白俄罗斯位于欧洲中心，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它与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接壤，国土总面积 20.76 万平方公里，南北相距560公里，东西相距650公里，领土面积居欧洲第13位。许多去过白俄罗斯的朋友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想必就是美女超级多，而且当地风景也不错。但是网络上却流行着这样一条传言，说中国大哥到白俄罗斯旅行时，确实是看到了满大街的美女，白天确实挺享受的，但是一到晚上却哭着喊着要回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本期影片，猫爷就带着各位老司机一起去见识见识白俄罗斯独特的风俗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全球共计拥有195个主权国家，每个国家均有独特的风土人情及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然而，东欧国家向来以女性颜值高而著称，由于地理位置较近，因此他们的风俗习惯十分相似。众多东欧国家中，白俄罗斯堪称另类，当地除了美女颜值高，而且风景优美，每年都能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前往此地旅游。白俄罗斯的白其实是纯粹正宗的意思，因此所谓白俄罗斯的意思就是正宗的俄罗斯。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国家，女性占比十分高，而中国恰好与之相反。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然而我国的结婚率却大幅度下降，男多女少是其中重要因素。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白俄罗斯拥有男性人口约441万，女性人口约为508万，男多女少的状况大光棍的多。同样，当面临女多男少的局面时，女性也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因此，在白俄罗斯，尽管当地女性样貌俊俏，身材高挑，但到了适婚的年龄后，多出来的将近60万的单身女青年想要将自己嫁出去，也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但是面对僧多肉少的情况，似乎很少白俄罗斯女性寻找外族男性结婚，这又是为何呢？其实并非白俄罗斯女孩守旧，她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十分潮流。当地美女身材比例异常标准，3围偏小，是服装师眼中的绝佳模特。由于白俄罗斯并不富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人种的优势加上较低的薪酬，让不少模特公司慕名而来。这也是今天白俄美女名扬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偶然发现，在首都明斯克的大街小巷的广告牌上，所有的女模特几乎都是外国美女，于是就询问白俄罗斯的美女们都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最美丽的姑娘们都被外国的模特公司高薪挖走了。为此，总统专门下令，要求将所有的街头巷尾关于外国名模的广告都替换下来，取而代之以本土模特，包括今后在白俄罗斯的电视、杂志、街头广告上出现的模特都必须是白俄罗斯公民。据猫眼了解，当地美女并不外嫁，其实并没有硬性要求，但是当地政府自己做起了红娘，吸引外国男性到白俄罗斯定居和结婚生子，甚至还能够得到一定的经济补贴和奖励。但背后的意义也很明显，那就是想娶可以，但要入赘到白俄罗斯。不过好消息是，从2018年起，白俄罗斯就对中国实行了免签政策。看到这里，各位老司机会不会想要来上一段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爱恨情仇呢？如果心动了，你会因为爱情放弃自己的国籍吗？不过猫也要特别提醒一句哦，西方国家女子的性格都是比较豪放的，再加上白俄罗斯的酒文化比较昌盛，所以这里的女性都比较开放大胆，生活也很随性，遇到长相俊俏的男性也不会扭扭捏捏，而是直接大胆示爱，或者是邀请他们一起饮酒狂欢。酒量不好的就会面临一种尴尬的情况，你想把别人灌醉好下手，醒来之后却发现自己睡在路边，或者从某个陌生女人的床上醒来，被别人提前下了手。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位中国大哥为什么哭着喊着要回国的原因吧。除了上面这个入赘风俗外，白俄罗斯还有一种奇怪的风俗习惯，当地基本上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非常宏大的亲吻比赛，
而这个比赛的时间就定在每年的情人节。大家都知道，西方人非常在意过情人节，很注重浪漫，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样，都是一个非常注重浪漫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你会发现情侣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比较能放得开。每年一到情人节，白俄罗斯就会举办亲吻大赛，这些大赛一般都是由一些当地的大型商场来承办，一方面是能够为商场吸引人气并达到引流的目的，再者也能够烘托气氛。如果成绩优异的情侣，甚至还能够获得参赛奖励。一般来说，白俄罗斯的这种亲吻大赛主要有2种比赛形式，一种是比亲吻的时长，谁能够坚持得更久谁就获胜，再者就是花式接吻，接吻的方式越奇特，越能够受到在场观众的欢呼，获胜的几率就会越高。比如像什么倒立亲吻、骑乘位亲吻等等，现场能吸引上万人围观，很多人都会进行拍照纪念。后来这种比赛也被一些中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于是开始在中国效仿起来。比如说在中国长沙，过去就曾在黄兴南路步行街广场举办过类似的亲吻大赛，这场比赛举办也是大获成功，吸引了数千人来参加，当时有2万多人进行围观，甚至有一对情侣因为亲吻时长高达54分钟走红网络，获得了当天的冠军。不过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活动，这种接吻大赛传入中国后，也遭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当然支持包养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些思维较为开放的年轻人表示很乐意接受这种活动，认为这是促进情侣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并且本身就是图个乐趣，观众快乐了，情侣之间的关系也递增了。而思想保守派则觉得这种活动伤风败俗，认为亲吻这种事情是非常隐私的，不可以拿到台面上，更不能作为一种比赛，应该得到整治。对此你怎么看呢？影片的最后，猫也再给各位老司机介绍一下最容易见到白俄罗斯美女的城市明斯克。明斯克是白俄罗斯的首都、行政中心和境内最大的城市。此外，这里非常适合旅游，因为明斯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市容干净整洁，人口不到200万。除了一个很好的铁路系统之外，没有太多的交通。周围的自然环境很好，不仅有闻名于世的绵延绿色山丘和丰富的松树林，还有很多公园、草地，甚至原始森林。你可以在宾馆附近草地上放条毛巾，躺着做日光浴，周围会有很多年轻的小姐姐。如果你胆子大又会俄语的话，可以放心的和他们互动，说不定还有特殊收获哦。与此同时，明斯克集历史建筑、高楼大厦、购物中心和纪念碑于一体，可以让你感受到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氛围。对了，当你决定去明斯克之前，一定要多带几件防水性能好的衣服，因为明斯克的全年天气变化很大，冬天可气温低至-30摄氏度，夏天的气温又会高达30摄氏度，在一天的时间里也会有很多变化，这种气候并不适合所有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有没有去白俄罗斯游玩过的老司机？视频下方聊聊你对白俄罗斯的认识吧。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